谢谢啊。谢谢。魏苏先生不吃甜品的吗？哦，不是我不喜欢吃，是因为最近我很少吃甜食啊，会发胖的。啊，会发胖啊，我很抱歉，我又说错话了。没有关系。我提供的信息不够详细吗？阿木小姐，其实我呢也不太了解具体的情况啊。不过今天早上警察都问了你什么问题呢？就问我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可疑的谈话，大概就这些吧。不过我也没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，只听到马路上面车来车往，还有人走动的声音，就这些吧。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。第一个问题，好。那天你去了哪里呢？真是对不起啊，我是照着微坦发来的问题念的，平时我是不会说咔咔咔咔这种的。我在逗你呢。那天我去了一家经常光顾的烘焙设备店，我对那儿很熟悉，没有盲人拐杖。经常去的烘焙设备店，抱歉啊。没事。很熟悉，没有盲人拐杖。好了。那我继续问了。好。如果是去你很熟悉的地方，可以描述与之前去的时候感觉不同的地方吗？谢谢。平时去这家店铺的时候，我都是在店铺前面等候，因为老板会把东西拿出来。不过那天我好像听到车辆停靠的声音，可是店铺前面的区域是禁止停车的。接着我还听到脚步声，一共走出来2次，应该是车里下来了2个人。我好像还听到开关卷闸门的声音。阿木小姐，你说慢一点，我来不及写下来。好。对不起啊，麻烦你回到有车过来停靠那儿，可以吗？好。谢谢。阿木小姐给的信息有用，先看看第一部分。如果你能直接和她面对面谈会更好，因为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，我快累死了。小新小姐，那个，我有急事要处理，我必须得先告辞了。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对不起，一直盯着你看。但是你怎么知道？人类的眼睛力量非常强大，而我又恰好不具备，于是上帝给了我另一种能力。我有比常人更敏锐的听觉，比常人更灵敏的嗅觉。还有就是我的触觉神经也比常人好。这么说的话，从另一面来看也是好事。请你再稍等一下，维坦应该很快到了。好。喂，维坦，知道店在哪吗？我在现场进行勘查。阿木小姐说听到卷闸门的声音，可
可这附近都是伸缩铁门。只有一个废弃的房子是卷闸门。维坦，你怎么去那儿不来甜品店？打开电话免提。好，我打开了。非常感谢阿木小姐提供的信息，这些信息帮了我很大的忙。不用这么客气。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你。龟缩，帮忙记录。好，你说。你确定听到了开关卷闸门的声音吗？你等等啊。阿木小姐，稍等我一下。维塔，你问吧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帮你。好了，维塔，你继续问吧。之后听到两个男人回到车上的脚步声，他们像背着重物一样放慢脚步了吗？或者有女人的脚步声跟着？我没听见，脚步声都很正常。之后这些人就上车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我那天也听到了这个声音。你能分辨是谁发出这个声音吗？我肯定分辨得出来。这个呼吸声跟其他人相比，确实有些奇怪。普通人可能难以分辨，可我一直用听觉感知周围事物，肯定可以记住的。龟缩，记下来。那天玛丽女士说她外出了。阿木小姐，谢谢你。